重生在金銮殿上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拒绝了圣上给我和太子的赐婚，只因前世圣上下旨封我做太子正妃，身侧的太子谢燕就低声逼我当场退婚，好给他的白月光腾出正妃的位置。前世我就是信了他的鬼话，落得满门抄斩、含恨惨死的下场。这一世，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冷声开口：臣不愿嫁与太子。领兵大捷回朝，皇帝开心，白酒接风洗尘。刚喝掉一杯白酒，谢燕皱起双眉，觉得非常不满，说话尖酸刻薄。姑娘家的这般喝酒，毫无形象，将来要是进了东宫，肯定被人耻笑。我把倒满的酒杯拿到他面前，接着一口喝个干。你！谢燕气得发绿。要是还想嫁给我，就改掉坏习惯，别忘了你在前线上拼死打仗，到底为了什么？绝对是为了保家卫国。谢燕啪的一下砸下杯子，目光凶狠，皇帝的注意力也被这边吸引了。楚将军，你怎么面色难看？没事，陛下，我刚刚不小心听到狗叫，有些纳闷，皇宫内怎么会有狗呢？皇帝哈哈大笑，乐着说我绝对听错了。我也笑着点头敷衍。晚宴开始，舞女们妩媚动人，身段柔软，陆续跳舞。谢燕丑得如痴如醉，满脸春风。晚宴到一半时，皇帝要给我和谢燕赐婚，我刚要往前，被谢燕一把拉住，用只有我能听清的声音：要是如烟知道会发火的，你先推辞，等如烟加入东宫稳固地位后，我再纳你做侧妃。我抬头盯他，谢燕满脸不许反驳的凶狠，上辈也是这样花言巧语骗着我拒婚。当初自己非常迷恋他，深知地位低下，配不上他。为了能与他般配，我接班赴运，跟哥哥上前线杀敌。这期间几回险些没命，靠毅力死撑着活着回到京城。皇帝赐婚，他也这样让我拒婚，信了他的邪，我推了。皇帝火大，觉得我辜负恩典，马上打我30。我本来就受了重伤，压根受不了这打，这会让我没掉半条命。瞅向谢燕时，指望他能勇敢地挡在前，像个真男人那般，但是他没有。谢燕直勾勾地盯着我挨板子，眼中毫无心痛，全是嫌弃。而旁边的柳如烟装模作样的发抖，声音发哑：太子哥哥，如烟好怕。谢燕抹了抹他的眼角，眼中满是心痛。别怕，有我在呢。瞅着他们，我死心地合上了双眼。30板打完之后，我已经皮开肉绽，痛晕过去。后来什么也记不清了，就看到谢燕捂着鼻子，满脸厌恶地搂住柳如烟走人，根本不肯给我一个眼色，就算是那种怜悯厌恶的目光也没有。我被扛回了家，瘫在床上足足1个月下不了地。养伤期间，谢燕一次没来看过。她陪柳如烟去江南游玩了。3月后，柳如烟当上太子妃，一下子风光无限，京城里10里红妆，阵仗极大。而我无视爹娘阻挠，死活要做偏房。2月后，做一顶破轿抬进东宫做偏房。进东宫后，柳如烟靠着她的偏爱没少折腾我。找谢燕诉苦后，她皱紧眉头，好像不信。如烟是多好的名门闺秀，心地善良，哪会这样？全是你斤斤计较的。直至我把被抽打的胳膊给他瞧，他一声不吭，眼中没有半点心痛，反倒埋怨我：要不是你蛮横不讲理，如烟哪会这么对你？你这臭脾气真得改改。明儿个我让母后你找个老妈子好好管教。我心寒了一大半，不再吱声。1年后，谢燕称帝，立马就用通敌叛国罪把我全家问斩。远房男丁发配岭南，女眷全拉去充军。不管我怎么拼命求饶，求他给我日子查清实情，他都不为所动，甚至眼皮都没有眨一下。柳如烟叫人把我丢进军营，兵营里的汉子本来就很久没碰女色，况且还是皇上碰过的人，一个个全如狼似虎。他们发疯般扯烂我的衣裳，无论我怎么挣扎，也完全不停手。一耳光抽在我的脸颊，被打得两眼直冒星。最后我被折磨致死。这一生，我不会再倒贴着谢燕了。我要他为上辈付出代价。扫了一眼谢燕，我压低嗓音对着他耳畔说：那就随殿下心愿。接着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双眼含泪，声音发酸：求皇上收回旨意，我不能嫁给太子。谢燕满足地乐着。皇帝雷霆大怒，双眼圆瞪：放肆，竟敢抗旨不遵！我擦抹掉眼泪，表情悲痛万分，声音发颤，抬眼心酸地瞅着谢燕：是太子讨厌我，我总不能硬逼太子娶我。谢燕立马慌了神儿，拼命使眼色：楚将军，你明不明白你在讲什么？这可是欺君。他在吓唬我。我冷笑，自己早就是死过一回的人了，哪会被他吓住？我鼓起胆子，表情果断地说：太子刚才恐吓我，让我推婚。大伙议论纷纷：楚将军功劳那么大，
太子干嘛要你拒婚？我嗓音极大，丁向躲在谢燕背后的柳如烟，因为太子有喜欢的人。皇上大怒，男女私下往来，本就会被人说闲话，何况他还是太子，是将来的皇上，身份那是何等尊贵。现在竟说有了心上人，简直是把皇家的脸给丢尽了。皇上雷霆大怒，是谁？就是太子挡在背后的柳如烟。皇上别动气，柳如烟好歹是京城第一才女，太子也才华出众，两人男才女貌，简直天作之合。盼皇上成全他俩的一片真心，成就一段佳话。臣说的全是掏心窝子话，句句真心。两人确实般配，心肠都毒，视人命如草芥。谢燕脸色煞白，哆哆嗦嗦指着我：“你别瞎说，毁了柳姑娘清白。”皇上再三逼问，谢燕本想否认，柳如烟这会儿却拽住她衣袖，她这些小动作全被我看在眼里。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进太子府，那我成全你。我整个人趴在地上，语气非常坚定，还请皇上成全直欢这段老天安排的姻缘。皇上又一次逼问谢燕：“你到底答不答应？”两边人都在逼他，他毫无办法，只能承认和柳如烟的私情。皇上为了保全面子，当即下令各打他们30。柳如烟吓得腿软了，哭着哀求谢燕，声音哽咽：“太子哥哥，如烟身子还没好，从小就有病根，这30大板要是真打下去，我肯定是活不成了。”谢燕一时有些犹豫，但很快在柳如烟的哭求下，心甘情愿替她挨打，马上就被拖了出去。没过一会儿，只听到板子重重拍下，谢燕在强忍着，可是很快她就疼得惨叫了起来，叫喊声接连不断，一声比一声还大。柳如烟在旁边心疼得直掉眼泪。30大板打完后，谢燕就疼晕了过去。等她稍微醒过来后，侍卫们继续接着打。谢燕挨完板子之后被人抬走了。皇上看谢燕这般倔强，心里又偏爱她。眼下太子妃的位置已经换人了，他打量了我2眼，说：“楚将军要是心里不嫌弃，可做太子的嫔妃。”真当我还像上辈子那么好骗，信了花言巧语，最后掉进万丈深渊。他们这么做，无非就是想拉拢我，抢走我手里的兵权。我扭过头去对皇上说：“皇上，微臣想比武招亲。”皇上惊讶地瞪大眼睛，似没料到我选这条路。看着他有些不乐意，我语气坚定：“臣本是个粗人，天天在战场打杀，身上煞气重。之前碰见个白袍道士，他说我造的杀孽重，普通读书人压不住我，容易惹来血光之灾，只有打赢我的才能降得住我。臣也是没法子了，盼皇上成全。”我这话说的理直气壮，字字在理，皇上只好答应。回到樊府以后，我一次都没有去探望过谢燕。太子府派人来催我，他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擦大刀。楚将军，您到底在没听奴才说话呀？太子要见您。这辈子最烦别人催办事，何况还是这种走狗。上辈子就是他出的烂主意，让谢燕用甜言蜜语骗我当侧妃，也是他伙同柳如烟，让谢燕把我扔进军营，任人糟蹋。你来的正好，也省得我再去找你。你一个阴险小人，也敢来命令我？李公公现在正受谢燕宠幸，是他的心腹，为人极度嚣张狂妄，一点都没注意到我眼神里冒出的冰冷杀气。李公公撇着嘴，十分嚣张的喊：“我可是太子身边的大红人，楚将军最好不要逞口舌之快来羞辱我，当心惹祸先生。”我把头凑了过去，冷笑一声：“那又能怎样？”他气急败坏：“你一个武夫，居然敢这么无法无天，在这口出狂言！好大胆子！”可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大刀就已经架在他脖子上了。李公公吓得浑身哆嗦，裤子都尿湿了，趴在地上求饶。看着他这小丑般滑稽的模样，我冷笑一声，手臂用力一挥，他当场人头落地，血溅满地。我立刻命人把地洗干净，转身就去找了谢燕。这会儿的谢燕正虚弱地躺在床上，旁边太医正在给他擦药，药酒才刚碰到伤口，他就疼得嗷嗷直叫，惨叫传遍太子府。一抬头看我进来，谢燕立马用极其幽怨的眼神盯着我。楚将军真是好威风，现在连我都请不动你了吗？我嘴角微微一扬，眼神里透出了几分笑意。你笑什么？他摸不着头脑。来给太子殿下送一份大礼。边说边解开手里的包裹，一颗血淋淋的人头直接滚了出来。谢燕吓得脸色煞白，差点直接晕死过去。谢燕气得眼珠通红，手指哆嗦着指向我：“居然敢把李公公给杀了！”我一把将他的手给按了下去。殿下，是他先开口骂人，我顶了2句。他抽起大刀要砍我，我为保命，一不小心弄死他。一不小心？他满眼难以置信。对啊。话刚说完，他就不吱声了，
似没料到我现在对他态度跟以前比，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过了片刻，他带着几分嘲讽的语气开口说道：“就为前几天那点芝麻小事，你就要跟我闹？如烟出身没你高，你如今战功赫赫。她不过是个孤女，要是没我护着，她肯定会被外人欺负的连渣都不剩。你这人心眼太小，可她却懂事贴心。等她当上太子府主母，肯定会教你规矩。”都闹到这地步了，居然还做梦想让我当侧室，看来身边的奴才根本没把比武招亲的事告诉他，我也懒得跟他多费口舌。现在看他一眼，我都觉得反胃。殿下还是自己好好想想，怎么求皇上答应让你娶如烟做正妃吧。一听提起柳如烟，谢燕脸色立马变了，脸上满是恼怒。说白了，你心里就是嫉妒他，才会处处针对如烟。你们俩一起好好伺候我不好吗？我满心失望地回答道：“不好。”说完便直接一甩袖子转身离开了。每年一次的花灯节到了，我打扮妥当，正准备出门时，谢燕早已在门外等半天，我根本不想理会，绕开了她。她气得磨牙，猛地拽住我的手：“遂宁，那天是我不对，你别生气了。今晚花灯节就由我陪你。”我刚想要甩开手时，柳如烟拎着裙摆慢慢靠近我们。今天她换了衣着，虽穿得极其亮眼，富贵逼人，可往那一站便弱不禁风，惹人疼惜。他一把攥住谢燕的手，眼神十分委屈。太子哥哥，今天你带我去逛逛灯会好吗？如烟从来见过这京城花灯呢。谢燕为难地望着我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如烟头一回看花灯节，就让她跟着我们吧。”我冷冷一笑，直接朝大街上走去。殿下还是陪着柳姑娘吧，她那么脆弱，没人照看可不行。来到灯会正中央，看到作诗拿奖品的摊位，早就被大伙里外全给包围了。看着这眼熟的场景，忍不住回忆过去。过去每一年的花灯节，全有谢燕陪我度过。只有今年，过去的往事浮现在眼前。以前她总能赢下画卷交给我，我全都当成宝贝收进抽屉里，一有空闲就拿出来观看。不清楚今年的画卷会落进哪位女孩手里啊？刚打算离开时，瞧见谢燕领着柳如烟到了，她上去了。谢燕提笔写诗，底下的群众全被她才华折服。她本就有着京城才子的名号。就在大伙都觉得谢燕胜券在握时，戴着面罩的男人跳了上去，他拿起笔飞快写。这时谢燕盯住我，满脸可惜。遂宁，起初今天这画卷想送你的，可如烟头回逛花灯节，这回就把奖品让归她吧，下回我肯定补给你。柳如烟脸色发黑，殿下以后全送给柳姑娘算了，我可不需要。听我说不要画卷后，他总算放宽了心。裁判公布名次时，谢燕傲气地望着他，他对这次拿第一很有底，结果却出乎意料，蒙面小哥拿下第一，谢燕难以接受，伸手扯住裁判的袖子：“你眼瞎吗？我怎么会比他差呢？”我讽刺说：“这位大少爷是玩不起。”旁人也跟着起哄：“玩不起就别来报名比了。”对啊，赶紧滚下去，别继续在这儿丢人了。谢燕眼眶发红，把蒙面男人的纸扯到手里。过会儿，他脸色变得特差，丢掉纸，颓废地退了下去。正当他拽着柳如烟刚迈出脚步时，蒙面男人把画卷递给我，嘴里说着：“宝物得配有缘人。”我惊讶拿过画卷，有些犹豫：“你真打算白送我？这可是古代大名家的真迹啊，千金难求。”蒙面男人微微一笑，回道：“绝不反悔。”我收好了画卷，看着蒙面男人走远后，一回头发现谢燕黑着脸庞，恶狠狠地骂：“遂宁，那家伙跟你啥关系啊？”殿下，这不关您的事，您只要管好自己事就行。他怒不可遏，表情想把我给生吞了。你……柳如烟瞄一眼我抱着的画卷，赶忙拽紧他的手：“太子哥哥，如烟想拿楚姐姐拿到的那画。”瞅着水灵灵的美女，他心软的不行，立刻想从我怀里抢走那古画，被我躲开了。这画是别人给我的，请原谅，我没法自作主张给外人。谢燕满脸因生气而扭曲，全身上下直冒火。那男的跟你啥关系？竟然愿意把古画送给你！我不想再废话辩解，直接来到柳如烟面前，她吓得不停打哆嗦，手指紧抓谢燕手心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抿嘴一笑，柳姑娘既然这般喜欢名画，我房里刚好有几幅，明天全送到你府上。今天这卷画你就别惦记了，它可不归你。谢燕听完立刻火了：“你真要把那些古画全送他？那可是我为你赢的！”我乐道：“我只想把东西还给原主人。”画壁在谢燕的吼叫中走远。几天后，谢燕找上门，她是王储，我是下属，没法子躲。
尽管心里特不想理他，刚一碰面，他表情激动。你干嘛把蛊化给了如烟？殿下，柳姑娘以后就是正妻了，我把您的东西转交给她也应该。你将来要当我的偏房，这些名画你有资格自己保管好。我乐的，殿下怕是忘了，我啥时候答应过要给您做偏房了？他死皱眉头。你不跟我，还能跟谁？全京城谁不知道你打小就喜欢我？这辈子非我不嫁，谁敢要你？那不过是小时候的随口瞎说罢了。胡言，你敢戏弄我？我冷酷嗤笑。殿下可别忘了，是您叫我退婚的。他浑身发抖，好像刚回过神来，猛地死死拽住我手臂，目光癫狂。你等着我，等我当上了皇帝，就封你做皇后。那柳如烟呢？他忽然像泄了气一样，双手发软，松开了我胳膊，嘴里嘀咕着：殿下最好想明白了之后再聊吧。我闭紧了院门，待在宅里静养了几天，着手安排擂台招亲。听下人讲，自从前几天谢燕离开，就跑去皇上面前，要遂宁跟柳如烟并列正妃。皇上震怒，贪得无厌。谢燕依旧死缠烂打，甚至在门外大喊大叫：父皇，求您答应儿臣。皇上本来就是在马背上打下江山的皇帝，对于这种无视皇权的做法十分厌恶，当即下令杖责30。这次侍卫们也不像以前那样假装打人放水，而是实打实地用力打，才打了10下，他就疼晕过去了，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。皇后看了非常心疼，赶紧向皇上求情，求皇上开恩，从轻发落。皇上本来就觉得皇后没有把儿子教好，将皇后进足宫中。谢燕在东宫养伤的这段日子，我终于落得个清闲。比武招亲正式开始举办的时候，许多会武功的人和军营里的将士都来参加比武，场地上躺满了被打倒的人，一个个痛苦地哀嚎着，被侍卫们扶了下去。我站在高台上看着比赛，手里还啃着个苹果。经过了好几个时辰的激烈比拼，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赢得了胜利。看着他那满脸的横肉，还有那个大的能坐死人的屁股，我心里不禁凉了半截，赶紧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能来个年轻有为的英雄把他打败。看着地上倒下的一个个年轻人，再看看场上举着双手庆祝的那个粗鲁壮汉，我差点就要晕过去了。围观的群众还在为他大声欢呼加油。胖子加油啊！要是能娶到楚将军，以后就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了。就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，我看到台下有个长得很英俊的公子在那里犹豫着要不要上场。这个人看着非常眼熟，原来是李淮南。上辈子他可是谢燕手下最得力的人，在战场上英勇无畏，奋力杀敌，立下了很多战功。只要是由他带兵去打仗，就从来没有打输过。他年纪轻轻就被破例封为定远侯，掌管着所有的军队。他绝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，如果能早点把他拉拢过来，肯定能让谢燕吃个大亏。我赶紧走上前去，对着台下的人们大声说：还有谁愿意和这位勇士比试比试？我这个比武招聘不看重出身和家世，只要你会武功，能打赢就行。过了一会儿，李淮南突然跳上了比武台。现在他还没有去军营里锻炼过，正是把他拉拢过来的最好机会。那个粗鲁的壮汉根本没把李淮南放在眼里。你这个小白脸也敢上来打？等会儿被打疼了，可别哭着喊爹叫娘啊！围观的人群也跟着起哄嘲笑他。我冷冷地笑了一声，真是一群没有眼光的人。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，这可是一块非常珍贵的无价之宝，只是还没有经过精心的雕琢罢了。你先出招吧。好。李淮南也不跟他客气，直接飞起一脚就把那个壮汉给踢飞了。那个壮汉直接被踢到了围观人群的正中间，这下子后面的人都不敢再上来挑战了。我看没人再敢上来应战，就走下台去，刚准备拉起他的手宣布他获胜的时候，却被一声大喝给阻止了。来的人竟然是谢燕，她在侍卫的搀扶下慢慢走上了比武台。我冷冷地看着她气喘吁吁的样子，走路还一瘸一拐的，很不屑地说：难道太子殿下你也要来参加我的招亲大会吗？我可不是来这里瞎胡闹的。楚遂宁，你闹够了没有啊？要是闹够了，就跟我乖乖回去。殿下，您在胡说什么呢？我可不是在开玩笑闹着玩的。他瞪大了眼睛，一脸不敢相信的样子看着我。楚遂宁，整个长安城里谁不知道你从小就喜欢我？除了我，你谁都不愿意嫁。现在你这么着急，随便找个人嫁了，还不是为了生我的气？你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也该玩够了吧？殿下，您还是请回吧。我还要继续我的比武招亲呢，就不和您在这里闲聊了。谢燕被气得满脸通红，非常生气地指着我说：你以后肯定会后悔的。我不再理他，拉起李淮南的手，却又被谢燕大声叫住了。我要和他比试。我挑了挑眉毛，语气里带着几分嘲弄。据我所知，
太子殿下，你好像并不会武功吧？他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，而是转头对李淮南下了命令，警告他不准弄伤自己。警告你，不准弄伤姑。谢燕刚拿起一把几十斤重的大刀，连刀都拿不稳，身子一晃差点摔倒。李淮南一点面子都没给他留，直接一脚就把他给踹飞了。谢燕当场吐了一口血，直接晕了过去。侍卫们看到这个情况，赶紧冲上来准备抓捕李淮南，我伸手把他们给拦住了。这比武告示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并整问出去，只要上了这个比武台，是生是死各安天命。就算是皇亲国戚来了，也是一样的规矩。侍卫们听了也没话可说，只好手忙脚乱地抬着谢燕灰溜溜地走了。我当着大家的面宣布李淮南获得了胜利。后来听说谢燕回去之后就去找皇上问了这件事，皇上把真实情况都告诉了他，他根本不相信，他认定是皇上逼我这么做的。他大声嚷嚷着，楚遂宁绝对不可能嫁给别人，求父皇下圣旨，封楚遂宁为儿臣侧妃。皇上直接把他赶了出去，谢燕还是不肯罢休，就在大殿外面跪着求皇上下旨。皇上关着门不见他，他又去找皇后娘娘来帮他说话，但也是一点用都没有。谢燕就这样在大殿外面跪了1天1夜，直到自己晕倒了，这件事情才算暂时平息下来。我带着李淮南一起去了战场打仗，他在战场上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天赋，没过多久就立下了不少战功。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斗是在草原上进行的，我带着大军在前面冲锋陷阵，把敌军打得大败。于是我赶紧下令乘胜追击，结果却被李淮南给拦住了。眼看着敌军就要跑远了，我非常生气，直接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，他的脸很快就红肿了起来。李淮南赶紧跪在地上，声音低沉地说：末将知罪。将军，我们千万不能冲动追击，前面那是敌人的地盘，是出了名的危险，要是我们就这么贸然冲进去，肯定没法安全退出来的。我根本听不进去，正准备再次带兵冲锋的时候，敌军后面突然冲出来成千上万的兵马，我这才相信了他刚才说的话，赶紧下令撤退。经过这场战斗，大家都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有预知危险的本事。从那以后，每次打仗前我都会先和他商量一下。过了1年之后，我带领着士兵们打了胜仗，风风光光的回到了京城。皇上非常高兴，专门为我举办了一场庆祝胜利的宴会，以此来表示他作为君主对有功之臣的慰问和赏赐。谢燕看着我们俩，眼神里充满了嘲笑。听说楚将军的那位上门女婿也跟着去打仗了？我微笑着回答他：太子殿下，人家是有名字的，他姓李，名字叫淮南。谢燕冷笑了一声：哦，李淮南，这么斯文的一个名字，他这样的人真能上得了战场吗？不会是被吓得尿了裤子吧？周围的人听了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。李淮南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，欺负我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敢欺负我的未婚夫。我手上稍微一用力，就把手里的琉璃酒杯给捏碎了。整个大厅里瞬间安静了下来，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真是对不住大家了，我刚才一不小心就把酒杯给捏碎了。谢燕挑了挑眉毛，那李淮南在战场上到底能干些什么呢？难不成是去打扫战场的吗？那陛下您可就说错了，这次的大战要是没有他帮忙，恐怕微臣就要辜负您的期望了。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皇上，皇上听了非常高兴，封李淮南为镇南将军。大臣们听了都纷纷向他道贺。谢燕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。过了一会儿，不知道他转过头去跟身后的太监嘀咕了些什么，然后他就端着酒杯走过来要给李淮南敬酒。我心里暗叫一声不好，赶紧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脚。李淮南马上就反应过来了，他用袖子挡着酒杯，把那杯酒悄悄倒在了袖子里。舞女们身姿优美，在宴会上翩翩起舞。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李淮南装作晕倒了，被太监扶着去旁边休息了。我看了他们一眼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然后继续喝酒，直到宴会结束了，我也没看到李淮南再回来，连谢燕也不见人影了。我刚走出大殿，就看到一个太监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。出大事了！奴才在刘美人住的宫殿里发现镇南将军，他正在……皇上听了非常震惊，他正在干什么？太监甩了一下袖子，奴才实在是说不出口啊！大家还是跟着奴才过去看看吧，看一眼你们就明白了。大家跟着那个太监一起来到了刘美人的宫殿，只听见里面断断续续的传来粗重的喘息声和女人的叫床声，让人听了都觉得脸红心跳的。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里面在干什么，不约而同的转过头来看我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咳嗽了一声：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？还不赶紧把门给踹开！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大门被人一脚踹开了，里面的声音立马就停了下来。大家一眼就看到满屋子都是扔在地上的衣服，而且都被撕得破破烂烂的。刘美人吓得大声尖叫起来，床上的2个人赶紧拿被子把自己的身体给蒙了起来。李都督竟敢在后宫肆意妄为！
大胆奴才，你怎知榻上之人便是李淮南？我们大家可都还没看清楚他的脸呢。太监吓得浑身发抖，慌慌张张地说：“奴才是亲耳听到刘美人喊他镇南将军的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这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李淮南不紧不慢地从外面走了进来。镇南将军，你怎么是从外面走进来的呀？我刚才酒喝的有点多了，头有点晕，就去外面随便走了走。既然榻上之人并非镇南将军，那又会是谁？父皇饶命！皆是此人刻意引诱，儿臣一时糊涂，受人蒙蔽。皇上气得火冒三丈。这个时候，皇后也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。为了证明谢燕是清白的，皇后马上叫人去检查刚才喝的酒杯，结果发现酒里确实是被人下了迷药。最后皇上下令把刘美人给赐死了，谢燕也被关了禁闭。虽然皇上没有因为这件事重罚他，但是父子俩之间也因此产生了很深的隔阂。从那以后，皇上和谢燕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淡了。皇上甚至已经有了想要重新立一个太子的打算。谢燕这月竟然十分安静，感觉和以前的她完全不同。记得上一辈子谢燕就暗养死士，只是为了防备个万一。看时间也快到骑兵造反发难的好时候了，可眼下却安静的很反常，感觉哪儿不对劲。为了防备意外，让李淮南把大批将士留在城外安营驻扎。我在打探长安有没动静，果然深夜东宫死士全部出动，黑压压的一片，直奔着皇宫。我马上发出信号，让李淮南带兵冲进城。谢燕把看大门的侍卫杀掉，冲进门，皇宫里到处都是惨叫声，血流成河。而杀红了眼的谢燕就像从地狱里爬出的恶鬼，让人感到害怕。我赶紧带领着禁卫军冲进，在他冲进大殿前把他抓住。我本该就是皇帝，拿回属于我的东西有什么错？殿下，这天下是皇上的，不是你的，你这是造反！他浑身一愣，紧接着就开始挣扎。皇后娘娘急急忙忙赶过来，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皇上饶命。实在没办法，皇后为了替他抵命死在殿外。皇上念及10几年的夫妻情，有些不忍。眼看着皇上准备饶他这一命，但我的仇没报，于是我拿起旁边的小石块砸向他的腿，刚好当时他手里拿着一把剑，没站稳扑向皇上。还好李淮南及时把皇上护住，一脚狠狠踢中他胸口，他的脸一下子变白，吐出一口鲜血。皇上大怒，来人！将此逆贼打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我冷笑，竟敢行刺皇上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把现场处理后，所有和谢燕有关系的人全被抓了，男人充军边疆，女人全送到军营做妓，事情总算结束。还有件事情不得不做，柳如烟本该也是被送去军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勾搭上了礼部侍郎，那老头把她带去了妓院。虽然妓院也不是人待的地方，但总比去军营好。现在我该把柳如烟送到她该去的地方。表姐，你来了！到这个时候才想叫楚将军表姐，实在是可笑。表姐，求你救救我吧！太子哥哥，我让给你，绝对不和你抢了！我冷笑一声，我才不稀罕，不过把你带走倒也可以，你原本也不属于这里。我把银子交给老鸨，老鸨拿过那沉甸甸的银子，笑出了一脸褶。李淮南跟在后头，柳如烟就像一条水蛇。镇南将军家里可有妻室？我没出声，李淮南一把将他甩开，擦了擦被碰的衣角。你还嫌弃我？我可是能做皇后的人，要不是太子起兵造反，我能看上你？李淮南根本不搭理他，任凭他疯狂大叫。到了军营后，柳如烟抬头看到前面的军营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赶紧跳车逃跑，被士兵们拦住。他拼了命的挣扎，放开我！求求你们别杀我！表姐，求求你念在我是表妹的份上，放我走吧！倒霉的时候知道我是表姐了，风光的时候我就是你的仇人。我可没有你这种白眼狼表妹，我怎么可能放过你？这原本就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也该尝尝我上辈子受的苦了。表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明白。我没有再理他，随侍卫把他强拖进军营。没过多久，里面就传出他求饶声。军营里的男人们个个都像饿狼，怎么可能停下手？女人被送进军营，就如同到了嘴边的肉，谁都想尝尝。上辈子的我也是在这人间地狱里待了3天。过2天，柳如烟上吊自杀了，她受不了辱，选了这最体面的方式留住自己的尊严。柳如烟死了，只剩谢燕了。她现在就像人人喊打的狗，扔在死牢，无人过问。我准备了她上辈子最爱吃的饭菜，她一看到我，马上收拾关她的牢房，两眼含着泪，把饭菜一样样摆好后，她就迫不及待的大口狼吞虎咽。她边吃边说：遂宁，我就知道只有你对我好，你放心，我能东山再起的，到时你依然是当朝皇后。话都没说完，他便吐出鲜血捂胸口，扑通一声摔倒。我偷偷在饭菜里下药，也是最致命痛苦的鹤顶红。他腾出满脸的汗，脸色惨白，发着抖指着我：你干了什么？我冷笑着：鹤顶红呀。他有气无力道：为何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你难道不记得上辈子的事，还有脸问我为啥？
他恍然大悟，你也是重生回来的，遂宁，我对不住你。上辈子你死后，我便后悔了，没多久也去了。几个月前想起了上一世记忆，十分自责，想着必须好好的去补偿你，没曾想你居然如此的恨我，原谅我好吗？我用力推开他，现在才想明白，迟来的深情，连狗都嫌。他死后，我走出了地牢，门口站着等我的李淮南。3月后，我跟李淮南成亲，10里红妆，整个长安城热闹非凡，宾客络绎不绝。夜晚，李淮南掀起了红盖头，对我说着情话。我不经意看见柜里的面具，才知花灯节的面具公子竟是李淮南。你是不是早就爱上我了？他红着脸颊，原来他从小的愿望也是上战场杀敌，光宗耀祖。当初他绝不相信女人也能去指挥千军万马，成为受人称颂的大将军。打那一刻起，他便决定跟我一起站在战场上保家卫国。我主动亲吻了他，他拉下床帐，微风顺着木窗吹进，红烛欢快地跳着舞，仿佛在诉说着喜悦。